咩咩，我刚把嫩草倒进食槽中，幽暗的深处缓缓走出一头老羊。因为年岁大了，它身上的毛杂乱不堪，头顶的羊角像树根一样起皮。它把头埋进食槽里咀嚼。突然，它缓缓抬起头，用前蹄子扒拉着草。我顺着它的蹄子看了过去，一颗石子卡在食槽凹陷处。我爹今天去帮工了，家里就剩我一个人。羊圈门的钥匙在他手里，所以我只能压在围墙边，伸胳膊去掏，石子卡得很严。老羊湿润的嘴巴贴近我的胳膊，吐出温热的气。它开始有意无意地蹭我的手，我刚摸到了石子，下一刻手掌侧面就传来一阵尖锐刺痛。我一惊，下意识用另一只手用力打了过去。老羊被我揍得晃了晃脑袋，我抽回手，看到那里有一道不浅的口子，嫣红的血珠一下渗了出来。要是我反应再慢一点，只怕我半个右手都没了。我气愤地站直身子，看向躲在羊圈深处的老羊，却愣住了。墙角掉落了许多石子，而我手里拿着的正是其中一颗，对上那双棕黄色的树瞳，一股寒意涌上我的心头。难道这颗石子是老羊放在食槽里的？他想引诱我进去。刚才咬我也不是应激反应，是他真的想要咬掉我的手。我又惊又惧，顺手抄起一根铁棍要收拾他一顿。吱呀，门被推开，是爸爸回来了。老羊发出凄厉的声音，听起来竟然还有一丝委屈。看着老羊窝在角落瘸着腿瑟瑟发抖，而我拿着棍子一脸凶神恶煞，爸爸有些吃惊。小天，你打他干啥？爸爸快速打开羊圈门，心疼地揉搓着老羊瘸了的那条腿。你咋这么心狠啊？趁我不在家打他，他这么大岁数了，打坏了咋整？他咬我手。你要是不打他，他能咬你吗？爸爸牵着那只老羊就往屋里走。进门前，我看到老羊缓缓回过头，似乎还咧开了嘴笑了，牙齿上还沾着我的血。我只感觉头皮一阵发麻。爸爸把老羊安置在后屋，还把一床被子铺在地上给老羊睡，看得我心里直发酸。爸，你这是干啥？哪有人让羊在屋里睡啊？你咋这么没良心？要不是你杨叔，你早让那只野狗叼走了。2天前，爸爸帮邻居收苞米，放羊的活就落到了我手上。我领着羊走到偏僻小径时，一条瘦骨嶙峋的大野狗从树林中窜了出来，盯着我露出了獠牙，发出震慑的呜咽声。我吓得腿软，站着不敢动弹，是身后的老羊踢踏着羊蹄挡在我面前。好在有农夫路过，拿着锄头吓跑了野狗。这山头的野狗是8分吃人肉的，时不时还有老人孩子被咬的传闻。我看着我爹摸着老羊稀疏的头顶，总有一丝不好的感觉。他装的，他根本就没烧。老羊咩咩叫了2声，身着装瘸的蹄子在我爹面前晃悠。他可救了你的命，有没有伤？让他在屋里睡咋了？老羊在他身后直勾勾地盯着我，下巴上的毛湿润，他流出了口水。我感觉后背的汗毛根根竖起，连头皮都要炸开。不要，我才不要让他在屋里睡，他要吃我。瞎说啥呢？谁家的羊会吃人？我见他不信我，转身跑出房，悲从心来的躺在床上默默流泪。他到底是心疼我的，跟了进来，站在我床边。羊是杂食性动物，只要吃草吃饱了，就不会去想别的东西吃。我看村长家的羊吃了鸡就被杀了吃肉了，那是沾了荤腥了。羊好奇心很重，一旦尝到了血肉腥的那股味，就会去想别的肉是不是一样好吃。我把右手举起来给我爹看，这样不算沾了肉腥吗？我爹检查我还在渗血的伤口，表情有些不可置信。真是你杨叔咬的？我希冀地看着他，希望他能公平一点。但是我爹拧着眉头，脸上一片菜色。老话是这么说，不一定准。先睡觉吧。我失望地看了他一眼，心里一阵阵发寒。灯关了，屋内幽暗漆黑。我缩在被窝里，连眼睛都不敢闭。我听爸爸说过，老杨是跟爸爸一起长大的，爸爸小时候被抛弃了，连饭都没得吃。7岁的一个冬天，是羊给他叼果子暖身子才活下来的，他们感情很好。在我8岁那年，因为他们的感情太好，我妈觉得我爹不靠谱，终于受不了离婚改嫁了。
我心里泛起苦涩，在床上躺了半天，毫无睡意。钟表滴答滴答地走着针，门外突然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响起，伴随着哒哒的脚步声，粗重的喘息落在门后。我死死地盯着门口，不安的情绪像虫子般从脊椎骨爬到头顶。咔嗒，门把手向下动了，一道黑影站在门口，浓重的膻气瞬间弥漫整个房间。是那只老羊，它保持着站立的姿势，向屋里直立行走了几步。我闭上眼睛装睡，大气都不敢喘。我能感觉到老杨正用那双诡异的树瞳紧盯着我。我强忍着不要尖叫出声。一股腐臭味钻进了鼻腔，湿热的气喷在我的头顶。接着我的头皮一紧，咔嚓，他在咀嚼我的头发。我再也忍不住，尖叫着抓起起夜的手电就砸了过去。我爹听见动静冲了过来，打开了灯，只见老杨瘫在地上抽搐着，眼窝子都肿了起来。他要吃我，他绞我头发就是想试探我能不能吃。你把他打得连草都没吃完，他这回肯定是饿了。他只是看错了，把你头发看成草了。神神叨叨的，你是让啥迷住了？我气得大哭，不管不顾地朝着门外跑了出去。家里的声响吵醒了邻居，几个邻居大叔跑了过来。这是发生啥事儿了？羊想吃我！我刚说完，他们的脸色都变了变。去叫村长。村长匆匆忙忙地走了过来。我爹刚想张嘴，村长瞥了他一眼。小天，你说。羊想吃我！村长看向慌乱的爸爸，爸爸挡在门前连连解释。孩子前2天不是放羊去了吗？可能是让那野狗吓着了，他杨叔还救他了呢。一提这事儿，我哭得更大声了。我也是刚才看到他站起来，才反应过来哪里不对劲的。遇见野狗那天，我无意间回头看到，他是直立起来跟着我走的。要不是突然出现的野狗，我早被他吃了。我抽噎着跟村长说完前因后果，我爹声线立刻拔高了好几个度。你这孩子咋撒谎呢？大家伙都进去，把那头羊抓出来，站立的羊留不得。我爹高大的身躯挡在门前，怎么也不肯让步。他情绪越发激动，太阳穴的血管绷起，眼底都是红血丝。想抓他，那就先从我身上踩过去。老何呀，你不是不知道咱们村里祖辈的规矩，羊站立是要吃人啊，留不得的。爸爸死死站着，不愿让步。你跟这头羊的情谊，大家都看在眼里。但是你想没想过，羊不能沾荤腥？我看小天的手伤了，是那头羊咬的吧？你还把它放在屋里，你是真不怕自己闺女让这畜生吃了呀？村长说完，我爹也不吭声。一个大叔凑近村长，悄声说：村长，咋办？羊肯定留不得了，这次咬人是试探的，下次就敢吃人了。我有个主意，大家一会儿到我家再细说。村长拍了拍我的肩。小天，这几天在村长家跟婶子住好不好啊？我有些不放心，爸爸和老杨单独在一块，村长看出了我的担忧。老何啊，把家伙收起来吧，大伙不难为你了，但是为了安全着想，羊不能放屋里。我爹脸色一松。行，只要不抓他咋都行。我爹似乎是为了证明，他把那只老羊牵了出来，在众人的注视下，老羊被重新关在羊圈里。他大概是知道人们在说些什么，低垂着眼睛不敢直视我们。大伙都坐在村长家的客厅，讨论着该怎么处理老羊。我说他家羊咋能活那么久呢？原来是成了精。这地方靠山，动物都不能养过10年，10年之后必成邪祟。在孩子面前别瞎说，这畜生沾了肉腥，是嘴馋想吃人。你这话讲得更吓人。依我看啊，这羊就该杀了，留着迟早是个祸患。杀了之后羊肉给我呗。我家不养羊，不兴吃羊肉，但是我媳妇要生了，我寻思不补吗？我点头附和着，咋分都行，他可坏着呢。我把白天发生的事又讲了一遍，包括老杨装瘸陷害我的事儿。我越往下讲，大人们的脸色越是惨白，直到我说到老杨绞我的头发，邻居常永叔哆嗦着面皮起身就要走。我媳妇还在家等我呢，我先回去了。村长也没送他出门，而是非常严肃地看着我。小天，你说的是真的？那畜生像人一样，
我没有半分迟疑，拼命点头。村长的脸色更凝重了。明天我安排下，让人找老何出门上工，我们进去把那羊宰了。大家互相看看，纷纷点头。哎，常勇没走啊，站窗前干啥呢？村长媳妇揉揉眼，下一刻却满面惊恐，失声尖叫。我顺着他目光看过去，窗户外是那只站立的老羊，它嘴巴张着，诡异的瞳孔里蕴藏着滔天般的恨意和狠毒。